就不欢迎你加入我们队，好开心哦！向大家介绍，这是我的好姐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小柔，欢迎来台湾玩。对，我跟小柔的认识其实是在Alex 的结拜姐兄妹姐弟的那些群里面，这么多人当中就觉得，跟小柔聊天还蛮投机的。她的性格也是，就是比较直爽，自然而然就变成人家好朋友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吗？就跟着我走就对了啦。走。这是福隆非常有名的一个隧道，它就叫旧草岭隧道。然后它是宜兰跟新北的一个交界处，这里呢就会租借像这样的脚踏车进到这隧道里面，很像在探险的感觉。来喽！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当了妈妈之后哦，不喜欢就是太刺激的活动，为什么？然后一切都要比较安全一点。带孩子出去就不想有太多突发的状况。是你不想还是 Alex 不想？我觉得应该 Alex， 他不喜欢outdoor，我觉得你蛮喜欢outdoor的啊。其实你知道这个有在我的口袋名单吗？有，我有听说。谢谢你今天带我来。这一次他带我去，我很开心，而且特别开心是因为我可以跟他有更深入的交谈，因为我们每次见面都是一大堆人，所以没办法的好好的深入的聊天。这真的很长哎。像他们这样走要走多久啊？半个小时要哦。可是他们是情侣，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很有情趣啊。对啊，两个还穿情侣装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有。你会跟 Alex 穿情侣装吗？还没结婚之前有买。为什么要这？结婚后就没有再穿了，就没有啦。怎么会这样？就没有那个心思去穿，没有那个 feel 会看到很恶心吗？对，偶尔有时候觉得，你怎么跟我穿同一个颜色的衣服？这样也不行。反正你现在跟小朋友穿一样的。我会，可是我会全家穿一样，两个人就没有。对，那你会吗？不会，从来没有穿过情侣装。无法。真的？为什么？想吐。好，看到镜头。哦，到了，我们到了宜兰喽。哦，你看还有海，你看好长啊！我觉得这边的景色好美哎，真的。这样看过去又整个就是海。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今天很棒，是因为就只有我跟你，我们不用带孩子，因为如果带孩子，我们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聊天，没办法聊天，没办法看到那些景色，可能搞不好就说，你坐好，不要乱动。对，好漂亮。你看前面这里就是龟山岛，只要来宜兰呢，就会看到龟山岛。然后你知道呢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是害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严肃啊。你看到我的时候，其实那种。然后第一次碰面，我想说，想要过去跟你打招呼，就冲过去，然后看你没有笑就算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没有看到你，没有。因为人太多了，好像过了2、3年后，我们才开始讲话。我第一次捞鱼生，也是你教我怎么捞。哦，他切那个细菜，排成一条龙的时候，我门一打开，我想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捞过鱼生，那我记得是大过年，啊，捞鱼生捞，打就把它闹着捞。然后我就心想，谁家可以弄那么乱，然后不生气，然后还那么开心，我就觉得。只要有一次捞鱼生的时候，来个小朋友抛那个鱼生，你知道吗？他往后抛，撞了一个爸爸在脸上。大热天还是下起了小雨，我们就去旁边的那个咖啡馆喝杯咖啡，吃甜点。你怎么喜欢 Alex？ 就是被他的诚意感动啊！他认真起来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有样子。对，重点是要认真起来。对，有时候他也像个小朋友，而且他也很敢追哎。对啊，他追我追到中国去。他怎么认识你？他 BAD 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啦。他 BAD 的时候他就追我了。哎呀，他当时他是那个什么染一头那种黄色头发那种 BAD 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好帅。当时他帅的时候，我是不喜欢他的，因为我觉得。我就是不喜欢帅哥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喜欢？我超不喜欢。你不喜欢帅哥？因为我不喜欢男生很耍帅的那种，我是喜欢那种很朴实的，对，那种很 down to earth 的那种。所以他又在第2次又回来看到你的时候，对，他直接就跟你表白。
也算是，其实也要谢谢Summer 跟老肖啊，哦因为如果他他们两个们没有在新加坡办演唱会，他也不会跟着去，我们也不会再叙旧，然后就会发展下去。哦我们就结婚生了孩子，当时就放下一切，跟着他回到台北生活的时候，有一度其实我蛮沮丧的，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太多，我就觉得好，我要当一个好妈妈好妈妈、好太太，我就放弃一切，我就去2年我应该可以应付得了。没想到我在那边的时候，其实我蛮沮丧的，我觉得哎，怎么你在台没湾有朋友？没有朋友，然后Alex是很闷的一个人、啊，对的他闷他都不带我出去，对我他也不完全没 social 办法，的每天都在家里顾孩子。我觉得我当时的我可能有一点忧郁症。其实我真正走出来的时候，是我觉得我认识到你们这些朋友，开始觉得哎，我可以在这里生活。他怎么跟你求婚？他就跟我的那些姐妹们勾搭好，就我在拍个杂志封面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出现，在这么多朋友面前，你能 say no 吗？是可以，没有，是可以没有啦，的。其实真的是有感动到我，因为他真的是蛮诚恳的，对。所以人生最勇敢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最勇敢的，就是这很勇敢嫁给真 Alex。那个时候你所有的工作是巅峰啊！对啊，这是我觉得最勇敢。另外一个勇敢就是我搬你爱情来跟面包居然选择爱情呢？对，真的。我们两个有点像又不太像，就是个性上面你是属于比较严肃严谨的那一种，那我是属于比较那种啊，反正今天这个事情不要想太多，明天再说。哎，你真的是给我这样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只要锁定目标，就一定要达成。对，真的。这次跟小柔一起出游呢，是很舒服的。我们2个其实蛮开心的。当了妈妈之后，很少有me time，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孩子，所以很珍惜我跟小柔之间的me time。我常去迪化街，是因为那边有一些我特别需要的食材，比如说我要煮那个花椒鸡汤，我就会去那边买我要的花椒。买完之后呢，就会自己走到那个永乐市场去买我儿子喜欢吃的包子。这间呢，就是我常来的卖包子的店铺。我儿子就是喜欢这一家的肉包。老板你好，我要那个肉包。你要一般的小肉包，哇，小肉包就好了。对，这个1袋10颗，一袋对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假白兔绿豆沙。我要一个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有时候我也会买那些小点心跟那个小馒头给小朋友吃。然后这边的包呢，他们都是现做，很新鲜。后面就是一个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寿司店。然后今天是周末，你看那个已经排到外面去了。通常我来买包子之后，我就会去这个寿司店去吃我的 CP 值的寿司。谢谢。来这里收你500。好，来这里200。好，谢谢谢。好，那份冰拿铁。好，谢谢。我买完我的包子了，会坐在这个小角落，喝一下我的咖啡。除了我刚才买的肉包之外呢，我其实基本上我很喜欢吃它的高丽菜包，基本上就像我们的早菜包在里面，可是没有早菜的味道，因为里面都是很新鲜的高丽菜跟那个馅料，这么一餐就过了，然后再加一杯咖啡，之后呢就可以去接小朋友了。老板，你的咖啡好好喝，你会发现它的顶比较矮呢，因为呢这边是台北那些老宅改造的一个文创区。我很喜欢呢，就是在等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，自己一个人去逛，看有什么小精品可以买的。这里呢是一个好多好可爱的选品店哦，还有我喜欢的香薰蜡烛。我在家里呢，通常都会放很多香薰蜡烛，因为我很喜欢家呢闻起来是香香的。
糟糕，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，没事，你看，所以呢，有你们这些妈妈的神队友就是最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已经叫好。对，它这个很特别，这是抹茶面，然后这个团子，这个是配茶，杯茶面，这个什么麻酱吗？对，胡麻，我妈妈倒上去吗？好，我想吃这个。你们过得还好吗？这是礼拜六没饭吃。谢谢刚是第一组。所以你现在回新加坡，你还要每个礼拜六煮给大家吃吗？你有吗？还有连续这个传承吗？我很想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，因为我最近回去会比较忙一点，忙着工作。听到朋友们都说，我搬回去新加坡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地方去，就是每个周末都不一样了。我感觉有点内疚，觉得好像有抛弃朋友的感觉哦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因为这样，只要一回来，我还是会煮给大家吃。虽然大家说你搭飞机这样回来，你很累了，香槟你不用做了，可是我还是坚持。可能就是让我觉得，这是我弥补的一个方式。哎，你记得我每次我们去买的是甜点之后，我就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做。不可。然后你们周六来的时候，我就让你们试吃。他每次早上很忙，所以他就趁孩子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半夜自己在那边复刻，然后他就大半夜12点就说：“哎，你帮我试一下这个。”然后我就去他家，我记得是草莓大福，对我真的12点就在帮他试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记得你上次说你很喜欢吃，对对对然后买不到，你说好难买。收到，就很贴心，他就半夜在帮我研究。我会去留意一下我朋友们喜欢吃什么，然后希望有一天能给他们一个 surprise。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新加坡人关系，我有那个钢绑的那个 spirit 在我的身上，我就觉得这个就把我的钢绑情怀给散发出去给我的朋友们。我搬回去，我很想念是我们每次到了暑假的时候，然后一起结伴出游。你们我们上次去巴黎，对，我们就去射箭我们还在泳池那边做运动啊，在运动，对啊，pool party，对啊，我们自己拍我们自己照片。我们还去 SPA。哎，你记得我还帮你们拍 MV，对，超厉害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那是我们的乐趣哦，对不对？很棒的一个回忆，下次再办一个。真的要啊要啊！我跟 Mavis 还有之间的小秘密。对，你们不知道。哎，不是吧？你们自己偷来，吃好料，跳舞。你跳舞，你们两个跳舞，我无法想象。我们还跳那个什么 K-pop，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女儿。对然后因为小朋友很喜欢，然后所以我们就一起跳。然后开始跳的时候，我就是会这样偷看他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我跳的到底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他也在看我，我们都在互看，那动然后作两个人都跳不会。然后算拍子最差的，最厉害就是最后我的那个 pose 是对的就对，好了。就他会觉得小孩跳比我们好。对，小孩真的跳得对啊好。就你们就带着小孩，对啊就2对母女这样，对啊很可爱。然后老师还帮我们拍了影片，我们就说这个影片完全不能流传出去。来。我记得当时我在那个桌子跟你们大家说，哦，我决定要搬回去的时候，你们就大哭了。有你们这些朋友在，让我有一个家的感觉。所以已经10年了，应该是时候我回去了。大家都哭了，然后到我也很难过。而且你超临时，就礼拜六吃饭吃一次，然后你就说，哎，我下礼拜要回去了。我说 what？ 因为他已经连到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应该没有感觉，对，感觉应该还要再拖，我已经拖很久了。对，你讲了很久，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很接近你生日，然后我就记忆到，对，然后我就有了这个 idea， 我想说，哎，不如帮你帮，你有吓到吗？有，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很忙着搬家，我都没有想到，通常我都会有起疑心，可是当时我太忙了。对他很聪明，其实很难，他很难，对，我真的，然后就放下我的戒心，然后到后面就怎么大家都穿那个颜色，都穿白色，然后我就唯一一个穿的最休闲的。而且你知道我一开始的动机是，我跟大家分享说，平常都是你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就最后一次，我想希望我可以做点什么给你。我自己去扮演，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朋友。然后难怪你可以，这个是一个 happy 的 show， 我们干嘛？还是可以常回来，我们也可以去啊。对啊，现在我都回来找你们啊。对，所以只要你回来，我们就把握立刻约。是。
虽然呢来台北的时间不长，可是呢还是很向往跟朋友们有一日游，所以就一同约去乌来。试吃，好没？哎，请问可以试吃吗？可以啊。草莓干。 OK， 你哎，好，草莓干是自己工厂加工，没有添加色素、香料、防腐剂哦。 no， 所以这个是直接冷冻干燥吗？对，拿去冷冻的哈。这银杏哦，原味瓦萨比辣味，这样一包多少250。 ？250，谢谢。我们去看那个小西瓜，皮可以吃吧？很薄，这个阿姨，那个皮可以跟这一起吃的吗？哦，可以吃耶，哇，可以吃的。那我们可以切一颗小西瓜来试试看吗？可以啊，我想看小西瓜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红肉吗？哎，这个哇，哦，脆脆的，而且很像吃苹果啊，苹果皮你知道吗？皮的口感是对，就有点像苹果，像小黄瓜。真的。它是一个品种，还是它只是没长大的西瓜？一个品种，手指西瓜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印加果油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印加果油就是那个有 omega 336。长相对，对，这个我吃过，它有点像 seaweed，它的名字都取得好特别。这个也好像 pumpkin。哇，车轮，对，哇，很像柿子。它是苦瓜耶。我相信有些对他们妈妈来说，有些还是第一次去乌来，大家可以一起去吃那个美食，然后认识一下他们少数民族的生活，就很轻松的过一天。上一次去乌来的时候是带孩子去，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还很小。其实我们是为了那个小火车去，那个小火车很可爱嘛，可以接近大自然，这样走那个小山洞啊，然后看到很多绿叶啊。当时就没有好好的享受，因为担心小朋友不小心掉出去啊，就抱得很紧。虽然我们搭的那个小火车呢下起了雨，可是呢还是没有破坏那气氛啊。我们还是一样的美美的，我们还是一样很开心的。看到瀑布了，啊，到了瀑布了吗？哇，这小狗。好玩哎，后面这个好玩哦。好玩，后面这个好玩对，好玩。我们走了，下一站喽。过后就雨过天晴了，大太阳就出来了。然后妈妈们很怕晒太阳，我们就去那个咖啡馆避太阳，喝杯咖啡聊天。今天是没有小孩的计划。那我接下来没有小孩的计划，我们以后还要做什么？出国啊，我们一直说要卖东西，讲到过多少年我们了？还要开英文补习班。我们还要开一个补习班，对，补英文，不是我对对，我们什么都有说过，我误人子弟。对，但你不用说了，韩国人对我来说，因为我就不是台湾，不是你的娘家吗？对，他家我也的娘家，我也是这样形容哎，都是他下厨，让我们吃饱喝饱，然后双手把饭带回家。我觉得就是这种娘家的概念，真的。我的生日是在开学季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以棒都很忙，因为他有2个小孩要顾，但是每一年他都会帮我做蛋糕还是什么的，每一年他都会记得，他带给我们很多温暖。对啊，对，我说台北少了一点温度，因为以棒搬走。没错，感觉都是你家过我们哎，对，真的是都是你们家过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也没有，你们有照顾我，因为你们让我感受到那个温暖，你们让我觉得我不孤独。然后希望这个回忆都会陪伴着我们一生。反正你刚才就说，我每次都会做生日蛋糕给你，你的生日蛋糕在后面。也是你做的吗？当然是我做了。哎呦，谢谢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Diana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许愿，希望我们老公都贴心，小孩听话，大家都健康。而且是今天呢。对呀，哎，怎么这么
巧了，对啊，这就是你说你昨天半夜都没有睡觉在做蛋糕吗？天啊，太贴心了，结果哭的是我，为什么？我是刚好今天生日，然后我女儿说你怎么生日不陪我，要去找一棒阿姨。我说妈妈要上电视哎，你去，我女儿最想上电视，而且觉得好酷。然后你现在在电视庆祝你的生日。虽然我常回台湾，也有很多好朋友在这里，但这次呢，重新走回我熟悉的那些地方呢，再回想起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，都让我感触蛮深的。从2年前说好的决定，拖拉到现在的10年，我觉得这不是个牺牲，这是个选择。我觉得是时候呢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一路走来呢，从一个勇敢大啦啦、天不怕地不怕的我，到现在学会放慢脚步、体验人生的我。其实生活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每个阶段呢都有它自己的美好。像在台北生活的这10年呢，让我更珍惜当下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走的不是速度了，而是深度。我希望在未来呢，我还是可以继续用我这个感恩的心去表演、去生活，把我的力量跟我的温暖呢，继续的去分享给更多的人。